受水源的缺乏，还必须接受水源的污染。那如果人类的小孩生病死亡呢？他为什么不直接从大城市取得水源呢？哦，那太花钱了。与其把水送过来这里，他们决定搬去大城市住，没有任何人留下。那为什么现在的溪水变得那么干净清澈呢？溪水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后来有许多好心人开始种树，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怎么可能啊？溪水就这样自己变好了吗？那些引起我消化问题的细菌呢？它们都不见了吗？那些引起你消化不良的细菌还在，只是在这片土地上好菌征服了坏菌。所以你确定我在这边喝水不会发生意外哦？当然不会，我住在这里5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这些都要感谢粘附在树木根部的蘑菇。你可能弄错了哦，蘑菇只会长在稻草上、木头上还有咖啡上。你说的没错，但还有其他的弹种存在。它就像你的口水，蘑菇会让树木变得更健康。这太神奇了吧？那它会像动物和其他顽皮的小孩一样乱吐口水吗？让我们认真看待这件事情，感谢在这里的过程，让我们有更多纯净的水。而这只是刚开始。小鹿为什么不敢喝小溪里的水？因为他以前喝过小溪里的水，但是他以前喝的时候发生意外，所以他不敢喝了。你觉得小松鼠想起人们因为饮水而生病，纷纷逃往城市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很伤心，因为这片森林里再也没有人类的笑声了。你觉得当造成人们消化不良问题的细菌数量不如征服本地的细菌多时，细菌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好菌如果没办法保护它的主人，